哎呦，你至不至于啊！啊，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说了，我能贷款就给你气成这样啊！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有同等金额的资产抵押，你从银行贷出的钱就能比我高好几倍？为什么呀？行业不同呗。我搞房地产的，跟银行的关系本来就近一点。还有就是规模，你的腾飞和腾达加在一起也就能算中小型企业，再加上又是民营，更难了。哎，你不是有家属外援吗？贷款这事儿他就帮不了你。他的运作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，我总不能让他以身试法吧？你知道我昨天都跟他说什么了吗？我说现在只要能贷下钱来，让我卖身都行。你猜人家说什么？人家说啊，他家银行看不上我这100来斤儿，不肯收。不是，你至于吗？床头黄金尽，壮士无颜色，怎么就不至于了？哎呦，陆少爷，你能不能拿你们家的一个项目，替我在银行担保一下？我保证按时还款，绝不拖你下水，真的。在我这儿，你的信誉肯定是没问题。但是我们上市公司担保是有一套严格的流程的，我说了也不算，你也肯定通不过。你这样吧，我私人账户里呢还有点活钱，也凑不了太多，也就200万。你要是真觉得有用，我就打给你先应急。有用，有用，有用，当然有用了。我现在缺的就是现金流，你只要是钱，不管多少都有用。陆少爷，来来来，你这杯我先敬你，我先敬你。你先把手拿开。不需要我卖身。那不，我也看不上你那100来斤儿。哎，走。何姐，哎，刘总。你一会儿跟出纳说一声，今天会有一个200万的私人借款打过来。哦，好，他去银行了，我马上告诉他啊。哎，刘总。哎，钢料采购款可不能再拖了啊！现在车间那边怨言很大。等这200万到了，立马付过去。那也不够啊。差那几十万，让采购部跟供应商协调协调。贺姐，贺姐，哎，回来啊！刘总也在，好消息，2笔款项全到账了。有这400万现金，咱们5、6月份的日常开销就全能应付了。400万？400万？是啊，2个不同账号打过来的，总共400万呢。怎么会有2笔呢？哎，钱先生，有人找您。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市里办事儿，路过你这个午餐据点，想着刚好一块儿吃顿饭。哎，这家餐厅牛排套餐特别好吃，肯定适合你口味。再加1份牛排套餐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谢谢啊，不声不响的汇了我200万，还好意思说呢？有困难都不找我，虽然没有陆家少爷财大气粗，但至少也比他多10几年的交情了。他能帮你凑200万，我也可以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陆华东借给我钱呢？这消息哪来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我有内线。先说你钱够不够吧，不够，我再帮你凑点。够了够了，我就是200吨钢料采购款卡住了。你们这400万一到账，
我手头立马宽裕了。等下个月合同款一到，我马上就能还钱。你买什么钢材啊？这么贵？进口钢材啊，用在高端模具上。我也想支持国货，只是现在国产同类标号的品质没有保证，我是实在不敢冒险。你呀，还是那个死脑筋。原材料嘛，如果客户没有明确的指定，你干嘛要自己为难自己呢？有的时候过度精密啊，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。你不懂，这种模具在加工时需要承受冲击力，材料上可不能马虎，而且近2年追求品质的国内企业越来越多了，我可不能砸了腾飞的招牌。要按照你这么说，倒是一个好的趋势。只要社会照此发展下去，你的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多的。希望如你吉言吧。哎，吴明，我听说你最近开始搞私人房贷了，利率多少？随行就市吧，小额短期稍微高一点。如果你那儿有需要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可靠的，但是咱们俩之间可别牵扯这个事儿，否则连兄弟都做不了了。我不借高利贷，我就是担心你。要是碰上那些借了不还的人怎么办？我还是觉得民间借贷的风险太高，太不可控了。这个行当都是熟人介绍熟人，我只接触有口碑的。我现在也在用你给我建的模型把控全局。就像你说的，只要把总体坏账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，就不会出太大问题。那就好。这个是测量金属的密度计，我们平时需要对大量的金属进行测量，然后录入我们的数据库。柳军不在，你直接带我们参观合适吗？您开玩笑了，肯定合适啊！刘总要是在，还轮不到我呢，肯定是他亲自陪同。哦，对，你也不用担心我，十一机早就不归我管了，我也不偷你们机密。科研是个系统工程，陆少爷来参观实验室，看几组数据，还真偷不走什么东西。隔壁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设备，我带您看看。行。这个设备全国仅此一台，在不受出口管制的名单里，绝对属于最顶级的了。买回来之后，我们的工程师又好好改造了一番，现在的精度绝对已经达到了欧美技术管制的级别。哦，这工厂虽然是个中小企业，可是这研发中心却是够顶级的。当然，有些问题我们也需要请外援，比如东海1号分段的4伏电机，目前就没有搞定。有一些论证上的天量运算，我们就需要请东大的教授来帮忙。这就是你们和大学合作的计算啊，今天上午跟教授们为了这个计算方式讨论了好几个小时，没来得及收呢，我赶紧给他擦了。别擦呀！宋太太是数学系的高材生，你说那些精密仪器的时候，她没什么感触，可是这计算公式是人家老本行。没想到制造设备的研发过程这么有意思。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对他另眼相看了。参观完他的实验室，让我想起一些欧洲的中小企业，虽然规模不大，可手里都有顶尖的角。不过他们的总工也跟我抱怨来着，说你的东海1号已经把公司的生产资金给吸干了。到了研发后期，试制品开动一次就要吸进去好几万块钱，确实是个黑洞。哎，你提醒我了，我应该去问问他的资金情况的。东东路上还跟我说，好多起点比柳军低的厂，这几年顺着大势，
生产规模全部都超越了腾飞，所以很多人呢就不认可他的经营方式，嘲笑他混得太差。他是技术型，没那么急功近利，业内的名声也很好。即使是那些不认可他的人，顶多也就是嘲笑他不会经营，但是对于他的产品什么的都没话说。喂，你好。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嗯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安总的秘书说他这2天都没去上班，事先没打过招呼，问了一圈都没有问到人在哪。潜逃了，还是双规了？你好，你有什么事？执行公务，请开门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保安说是东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带着2个江源省的警官来的，需要您配合调查。刘总，这些人会不会直接把你跨省带去北原啊？离开本地肯定会更麻烦。如果等会儿要我跟他们走，你就给我爸还有冰冰打电话，他们会想办法。好。核对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签个字。哎，好嘞。请您小心一点。这台笔记本看着不起眼，但里面有很多研究资料需要保密。你们可以检查，但是请不要复制，更不要销毁。一旦出了问题，是没有备份的。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标准，现在需要你配合调查，请吧，刘站长。请不要接电话。我爱人打来的，谁打的都不能接。如果你不配合，我就只能收缴你的电话了。
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同志，你们怎么还在问我同样的问题？我已经回答过好几次了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厂长。我们跟北元集团合作的是一个科研项目，在这个项目上，我们的技术优势相当明显，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行贿来争取。不需要吗？技术优势这种东西，自己说的不算，不还得安新华承认才有用吗？小伙子，我们这次不是要调查你，而是安新华他自己承认有收受贿赂的行为，我们需要逐一查实他的口供。你最多就算个证人，主要责任在他那儿，你没有必要替他隐瞒吧？我和安总只是工作往来，如果是技术上出了问题，或许可以讨论，但是他其他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们就算再盘问我1天、2天，也不可能问出一个无中生有的答案。喂，哦是，哦，哦好的好的，好的非常感谢，太感谢了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人放了，现在就可以去接他回来了。好，来快。太好了。调查还在进行中，这几天啊，不要离开东海。放心吧，领导。让你们担心了。啊，吓死我了！回来啦。柳军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调查重点本来也不在他。那老安呢？老安身上好几项罪名，肯定是逃不掉了。唉。
他这人呀，能力不错，败就败在心思没用在正道上。他有今天的结局，我并不意外，只是没料到会这么快。早知道这样，我肯定就不会介绍柳军跟他合作了。我来吧。腾飞的规模确实太小了，不过当时你也没有什么别的态度选择。是啊，柳军弱就弱在资金实力上。他如果能独自承担这个项目，我肯定就直接拿给他做，也不会有后面的风波了。你还烦恼呢？柳军现在的心情肯定更糟糕，为了搞技术，连公司的扩张都给耽误，这2年又辛苦又不见收益，真难为他能够坚持下来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柳军从事的是他喜爱的工作，而且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取得的成就，这种愉悦感是很少有东西可以替代的。你就比如说我，因为喜爱，心里就会有一种内生的动力，即使遇到挫折，偶尔有点沮丧，也会很快发现新的乐趣，重新燃起追求技术的热情。不信你去问他，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这几年辛苦。我问他，人家说辛苦才怪呢。怎么了？你说的都对。我什么时候错了？柳军，柳军，睡不着啊？刚才突然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。怎么了？冰冰，你说我是坏人吗？你最崇拜的宋总有个外号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不沾光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性子冷，眼里没有什么人情，像你这次遇到的这类事情，放在之前，他几乎从不沾手。林月你知道啊，跟他有那么深的渊源。可是，一旦交往下去会出现风险，他就会马上划清界限，绝不拖泥带水。所以你没有必要自我怀疑。能让这样的人出手帮你，说明你的人品和能力都是值得信赖的。哎，早，刘总。早。刘总回来了。刘总，怎么样，在里边没受什么委屈吧？还好，我没怎么为难他们。哎，你就嘴硬吧。不，我跟你讲啊，这2天啊你不在的时候，厂子全靠人家小罗撑着。我这个老将都没有出马的，很有大将风度。老厂长，您就别笑话我了，我还大将，我晚上睡觉都睡不沉，成宿的睡不着觉。现在好了，这甄元帅真是回来了，我总算是踏实了。你等会儿拍马屁吧，我刚从国委会打听到一个好消息，我跟你讲，来啊。
政府资助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齐秘书跟我说了，这次资助绝对不是虚头巴脑的项目，实打实的，是咱们市里边的曹书记亲自推进的，专门针对企业科研行为进行的扶持。前面那项大额的咱们就不要指望了，排不上咱们。哎，就是最小的份额，一年也是600万无息贷款。600万无息贷款？哎，那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也得争取一下呀。对，这申请条件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要求被资助的企业，当年度年底之前必须拿出一项国家级的专利。啊。就这？啊？这对咱腾飞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高兴太早啊！你们不要高兴太早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后来经过深入打听，我才知道，其实资助这件事情1个月以前人家就公开发文了，只不过管委会的人没向咱们传达而已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厂和其他厂比起来资质差呀。不是，咱们资质差哪儿了？咱们是私营呗。私营怎么了？私营怎么不行啊？是啊，难道没有其他的私营能够挤进名单吗？不，那还是有的，有几家，但人家老板不一样啊！人家要么是人大代表，要么政协委员，我们什么头衔都不沾，纯私营。但是我想想啊，申请资格，其实到目前来讲还是有机会争取的。那我们就需要一位有分量的人推荐。有分量的人？哎，道谢就不必了，你原本也没多大问题。坐。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东海1号的进度。腾飞与北元集团的分段合同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单纯看合同，不外乎就2种处理方式：一是连本带息的把他们这2期的投入给还掉，把分段研究的专利独有权给买回来；二是北元给了多少钱，我就按比例给他们分享研究成果。那你自己更倾向于哪种处理方式呢？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想怎么样，而是北元那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连一个负责人都找不到，根本就没办法协商。北元集团不会一直这么乱下去的，很快就会有人事方面的任命。你就当好事多磨，再坚持坚持。整个东海1号有30几个环节，国产化的前景不明，工期又长，最终的投入很可能会超过引进外国设备的总额。说实话，整个项目推进到现在，你们这个分段的麻烦还不算什么，我都能撑过来，你肯定也行。我可不敢跟宋总您比。我说实话，之前也在外面也听到过不少关于您的风言风语。什么好大喜功啦，浑水摸鱼啦，他们懂什么呀？就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小利，当外国公司的中国代理人，方方面面给您施压。换作是我真不一定能扛得住。嘿，那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关坎关过呗。是啊，我现在也别无他求了，就2点：一是不要再连累长辈，还有我老婆担心；二嘛，就是资金。宋总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有一个忙想请您帮。哎，王总，王总，你别走。老许哈，找我啊？对，就找你。腾达，刘总让我负责生产筹备，这你也知道。知道。现在设备的安装、调试、人员培训可都到位了。哦，订单呢，罗总？嗨，你今天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下达生产任务？快了，
还差最后2个细节需要确认啊。腾达跑2线做量的，2线哪儿那么多合同细节？有那么复杂吗？新厂的第一批嘛，你难免得小心点儿。咱以后啊，做起来就好了啊。行吧，说多了伤和气，我就再信你一回。但是我可告诉你啊，设备人员1天不动，可就是1天成本。知道，我是为咱厂好。是，行了，你合同细节吧。哎。小罗呀，哎，老厂长，难为你了。嗨，我知道订单不是问题，就是这个开工以后缺运转的资金吧。老厂长，说实话啊，我对现在的市场很有信心，只要腾达的机器能动起来，咱想跑多大的量都有。可偏偏就缺这临门一脚。但愿刘总今天开口求人，能求回来个好消息吧。一定会有好消息，啊，舅妈。哎，600万，你们腾飞现在规模也不算小了，你还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高管太太，批贷款这个事情应该不困难吧？连这区区600万的无锡都要盯着，你这眼皮子未免也太浅了点儿。宋总，600万在您眼里不算什么，搁在我们腾飞那就是一场及时雨啊！不瞒您说，合法的招数我太太都已经用光了，总不能逼她走上邪路，也给抓进去吧？哎呀，现在好不容易遇到政府这么个资助型的项目，我们其他的条件都超额满足，就吃亏是个私企。我知道了，别的事情不好答应，但这笔无息贷款，我能帮你争取下来。真的？政府既然要鼓励科研，起码的公平底线还是得有。如果连腾飞这样的企业都得不到扶持，那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企业能有这个资格了。宋总，我说真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。你真的想谢我呀？当然了。那我塞个人去你的研发中心怎么样？啊？数学本科，海归，只是放弃本专业好几年，最近呢又想重操旧业。哦，还有，他不要工资。您说的是梁姐吧？那我绝对欢迎啊！我们研发中心别的不说，大把的计算在那儿堆着呢，他想算多少算多少。回来了，回来啦，好香啊！你做饭啦？菜市场买的活鱼。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这么开心还做饭？多谢太太的指导，摸准了我们开户行信贷主管的脉搏。我们公司扩大授信额度的申请，今天批下来了。腾达厂开工跑量，你们的进账额度已经达到了让银行动心的规模，能批下来那是情理之中。我只是帮你找准了时机而已。把握时机也很重要，毕竟不是每个老板都像我一样，有你这么一个贤内助。就是你会说话，我吃了啊。啊，吃。尝个排骨啊，特别烧的。怎么样？是。我是厨艺见长。排骨好吃。你吃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你晚上还要出去啊？研发中心一大堆计算要做，老孙和梁姐还在加班呢，我得过去看看。宋太太这么喜欢数学啊？啊，不
要工资也要来给你加班。他回到自己本专业之后可积极了，好几次了，都不愿意回去，还得宋总亲自过来拉人。哎，我听说他已经交接了上海的公司，不再负责具体项目了。是吧？说人家成功人士就是不一样，一闲下来，生活的重心呢都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不像我，心里就只有升职加薪。哎，你也很优秀，你也很成功啊。知道你着急，你慢点，你一会儿呛着了。咬嘴了。该跟你说话不听。来，吃点车回。宋工，饺子好了，吃了吃。梁姐，您吃饺子吗？我晚上就不吃宵夜了，谢谢啊。行，你要饿了我再给你煮。好。刘总，饺子好了。哎，你先放那里啊。这个书读怎么样？刘总，宋总来。哦，宋总，来接梁姐下班啊？我不说了，晚上10点之前不用接我吗？这才刚到9点。我来找柳军说个事儿，你先忙你的。啊。来一下。你先帮我看。北原上任了一位新的总经理，你知道吗？听说了，姓田，似乎很有背景。这位田总刚上任就给我打电话，今天下午还派了位副总到东海来，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，说北原集团改制以后，已经有能力独立完成分段项目的研发了。说白了，他们就是想撇开腾飞，直接和东海集团合作。我一直在想，他们怎么突然间就这么有信心了？是不是和你研发资料的泄露有关？如果公司研发资料是被北原获得的话，那其实算不上是泄露，因为他们也有权分享前2期的研发成果。看来他们是想拿你前2期的研发成果，来直接和你展开竞争了。北原集团是有资质的大公司，合法合规的竞争，我不可能拒绝。你有信心赢过他们，抢先一步拿出成果来？宋总的意思是，如果北原抢在07年年底拿出产品，这笔生意就是他们的了。没错。凭什么呀？那腾飞这几年岂不是白干了？这不得亏本亏到死啊？亏本不是最主要的。如果北原能够抢先出产品，那他们就能抢先申请专利。真到了这一步，腾飞先期的投入全都废了。而且研发出的成果还不能应用到其他产品上，用了就是违法。不过，北原集团的员工的精气神我是领教过的，
这最后一步是质的跨越，非常的艰难。我觉得他们未必能完成。刘老板，不要太掉以轻心。像安总这样的人物，精心布局了这么多年，临门一脚的时候被人摘了桃子，你觉得这个摘桃子的人能是等闲之辈吗？怎么了？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他们得到的实验数据我可以做到保密可控。但是第3期的研发缺乏资金，我没敢跑实验设备，而是先跟东大合作了大批量的运算。如果那几个合作的教授被人挖了墙角，只要掩盖得好，我连违约的证据都抓不到。但是你不是和他们签了保密协议了吗？理想若只剩一道斑驳的光，再风浪，再跌宕，也要回到最初地方。现实就像一道道冰冷的墙，再阻挡，再伪装，也要逆流而上。回首啊，多少荆棘风霜，怎能忘？在我无力的时候，你总会在我身旁。我的兄弟呀，兄弟呀，这崎岖的路上，伤痛迷惘，你总会点亮希望的火光。我的兄弟呀，兄弟呀，梦燃烧的滚烫，任时光匆忙，轻易永不忘。回首啊，多少日夜奔忙，怎能忘？我们相扶着臂膀，心就不会摇晃。我的兄弟呀，兄弟呀，这崎岖的路上，伤痛迷惘，你总会点亮希望的火光。我的兄弟呀，兄弟呀，梦燃烧的滚烫，任时光匆忙，轻易永不忘。我的兄弟呀，兄弟呀，这崎岖的路上，伤痛迷惘，你总会点亮希望的火光。我的兄弟呀，兄弟呀，兄弟呀，梦燃烧的滚烫。